我被狠心的后娘卖给了人牙子，可我不但不生气，临走前我还郑重的给她磕了3个响头，只因我知道自今天起，我终于可以不再受她的非打即骂了。我家世代贫农，直到我阿爹这辈子才出了个读书人，可却只是个落了地的穷酸秀才。因为读书人的那股迂腐气，他自从考不上功名就颓废了下来，整天除了教我和哥哥读书认字，就是独自喝着闷酒。即便我娘怀上弟弟，也对他不管不顾，从而我娘在生产时因为难产而亡，一尸两命。那年我只有10岁。我那渣爹为了照顾年幼的我，又给我找了个后娘，可好巧不巧，父亲染上了毒瘾，最终因为还不起赌债被人活活打死。自那以后，后娘对我非打即骂，最终还是不想带着2个拖油瓶，索性就将我还有沈南星卖给了人牙子。沈南星并非是我的亲哥哥，是我阿爹的养子。我不禁感慨，真是小白菜地里黄，这样也好，反正上一辈子也是无牵无挂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此时我和沈南星正在船上，狭小的空间内挤着大概30几个小孩子，女孩子居多。我隐约可以听到牙婆和男人的对话，这次的买主都联系好了吗？旁边一个汉子回答道，联系好了，都是京城有名的窑馆。我说这次的货都是在苏杭一带采买的，成色十分不错。老鸨听说之后就说准备了充足的银子，不过听说武安王府最近想要采买一批丫鬟小厮，我就答应了，让王府的管家先来看货。听清楚他们的对话，因为我个子小不引人注意，此时的我小心翼翼挪到沈南星身边，小声说道，南星哥哥，一会儿王府管家要来，你好好表现。沈南星从小到大就一直很听我的话，闻言轻轻点头。初春的京城吹着凉风，还夹杂着刺骨的寒意，码头上并无遮挡，我和众多的小孩子一样，身着单衣，站在冷风中瑟瑟发抖。沈南星拉过我的小手，放在手心里搓着，试图产生一丝暖意。我心头像是被塞了一团棉花似的，这个便宜哥哥还真是贴心。一阵马车声传来，赶车的是一个小厮，管家到了。牙婆旁边的汉子伸手指了指孩子们的方向，脸上尽是谄媚之色。赵管家一眼就看到了码头上的一群孩子，男女分成了2队。赵管家先是扫了一眼男孩子，心里有了考量，你们之中可有识字的？我使了个眼色，沈南星会意，弱弱的举起右手，我会。赵管家来了兴趣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一般被卖掉的孩子都是家里吃不起饭的，尤其是重男轻女，稍微情况好一点的人家都不会把家里的男孩子卖掉。赵管家本来就没有想着还能遇到识字的孩子，只是随口一问，你会哪些字？我读过百家姓、千家诗、四书五经，也粗粗读过一遍。以沈南星的年纪来说，这样的程度确实是不错了。毕竟我的父亲在的时候，每天都要教2人读书认字。不错，你出来。赵管家伸手一指，沈南星不出意外的被选中了。随后赵管家又挑了几个看起来精神利落的男孩子，眼睛扫过一边的女孩子，眼前一亮，虽然看着年纪小，但是看上去个个都是清秀佳人，便想着多挑几个丫鬟，因为王府太夫人身边的几个大丫鬟最近被放生气嫁人了，身边正好还缺几个空。我可是听说了，这中年男人就是王府的管家，家里的太夫人想必是家中德高望重的长辈，要是能被挑中，这可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了。进王府当丫鬟总好过被卖进青楼，有这样想法的不光是我一个人。管家爷爷，我会做饭，你选我吧，我会收拾屋子，求求你选我，我会割竹草，我会绣花。我在心里盘算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先出声了。我心里吐槽，选个丫鬟都这么卷的吗？古代的孩子大都早熟，众人也都是听到了牙婆和打手们的对话，这样的好机会摆在眼前，谁都不想错过。毕竟是小孩子，主动说完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做了，看来竞争上岗在哪里都一样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进王府。刚刚我上岸的时候在水中照了一下，这张脸长得不差，要是进不了王府，被机管挑中是肯定的，只有进王府才是我唯一的活路。我识字，会看账本。我大声说道，稚嫩的嗓音回荡在码头，这个时候不是谦让的时候，只有展现出自己最大的价值才是最好的办法。赵管家踱步走到我面前，看不清脸上是高兴还是不高兴。你写个字我看看。我不敢耽误，扫视了一周，在一旁地上捡了根树枝，略一思索，就在地上写了起来。我爹是个酸秀才，自从中了秀才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中举，但是在子女的教育上一点都不马虎。我和沈南星的功课都是拿得出手的。我的簪花小楷写得像模像样，写毕。福禄寿，好彩头。赵管家拍手称赞，方正的脸上不吝赞美。多谢管家夸奖。倒是个知理的，你也去站在那边。我大喜，扔掉树枝，走到了沈南星的旁边站定。这也是我讨了个巧，毕竟没有谁不喜欢吉祥话。沈南星高兴得恨不得抱着我转一圈，还是我眼神制止了。赵管家挑挑拣拣的，最终挑了4个男孩子，4个女孩子。赵管家从怀里掏出一张1000两的银票，牙婆笑眯眯的将几人的卖身契和集契转交给赵管家，2人都在契约上按了手印。我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2人的举动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目前来看，我应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。交接手续办完，赵管家挑出来的几人就上了王府的马车。我靠在马车壁，后背起了一层冷汗。这第一关算是过去了。有时候决定命运的关口就那么一瞬间，把握住了就是康庄大道，把握不住就是跌入泥潭，一辈子也爬不起来。我不是救世主，能保住自己的小命就不错了。至于其他人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的身子也是个不过才10岁的女童，又大病初愈，没过一会儿就沉沉的睡了过去。没过多久，王府就到了，我不敢耽搁，马上跟着沈南星下了马车。赵管家领着几人走到了王府的偏门，早就有老妈子等着了。最终，女孩跟着林妈妈，男孩跟着赵管家，各走各的。沈南星毕竟是个孩子，在陌生的地方，眼里藏不住害怕。我看向沈南星，嘴里无声地说着3个字：你放心。沈南星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我，我看着他小小的身子越走越远，直到看不到了才垂下头。林妈妈带着几个小丫头进到了一处脚房。你们今后都是要伺候主子的人，身上一定得干净，不能脏污耐垢，不能有虱子跳蚤。浴桶里面有热水，脱了衣服进去洗澡，然后换上托盘上的衣服。林妈妈没有出门，就在屋子里面看着几个女孩子洗澡。我一窘，看着周围的几个人都开始脱了衣服，我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。反正横竖都是豆芽菜，也没什么可看的。2个浴桶，有4个丫鬟，只能2个人1个浴桶。林妈妈看几个小丫头还算听话，满意的点头。我将一个绿绿的胰子拿在手上，放到鼻尖，就是一股好闻的植物清香，不是后世里面各种添加的香精能比的。几人麻溜的洗完，擦干身体后换上了托盘里的衣服。林妈妈进来的时候，几人已经排排站好了，满意的点头。随后我们几人七弯八绕的进了一个十分雅致的院落。
一连几日，林妈妈都在我几人讲王府的规矩。我被分配到了一等丫鬟蔷薇的手下打下手，我管着太夫人的衣食起居。听说你识字？是，蔷薇姐姐。不错，以后太夫人想要听书，就由你来伺候吧。是，我这几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了。蔷薇姐姐，我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没了。太夫人喜静，平时不喜欢人打扰，你就听吩咐，剩下的时间看院里的姐姐们有什么需要的，打个下手就行。光是太夫人房里伺候的就有24人。我吃惊的睁大眼睛，24个人伺候一个人。蔷薇对我的神态逗笑了。你这小妮子，太夫人是当朝的顾伦永明郡主，嫁给了老王爷之后就从了夫家。老王爷战死沙场之后，太夫人下令，府中只有太夫人，没有永明郡主，这些伺候的人还算是少了。难怪，我明了，意思就是可以摸鱼。我还是第一次知道，读书就是一个差事，这大家族的下人过得也太清闲了。想起现代的时候，我是996007，不断的内卷，还以为做了丫鬟之后每天都要干很多活，没想到居然这么清闲。至于当奴婢会不会没有尊严？我表示，这样清闲的工作内容受点委屈怎么了？这哪里是剥削，这分明是金主大大。那蔷薇姐姐，要是空闲时间，我可以自己分配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不耽误差事就行，好好做事。等到了年纪，说不定老夫人开恩就放你的身起。蔷薇摸着我的头说道，眼里闪着不知名的情绪。姐姐放心，我会用心做好差事的。你知道就好。府里丫鬟分3等，还有粗使丫头，你们几个刚进来的都是3等丫鬟，每月的月钱是500文。府里3等丫鬟一年做2套衣服，伺候的好了，主子也会赏赐，还会有赏赐。这福利待遇也太好了。我面上还是维持着冷静的表情，只是嘴角的笑意一点都压不下去。我记得之前在码头的时候，包子2文钱一个，500文可以买250个包子，每天光吃包子都能吃1个多月。想来500文的购买力还是不错的。这些书都是太夫人平时爱看的，她年纪大了，眼睛就不怎么好了。之前念书的碧痕得了恩典，太夫人给她放了身契，出府嫁人了。太夫人喜欢身边的丫鬟穿着鲜亮喜人些，我这里有2个绢花，你拿去戴。蔷薇见我打扮的朴素，随手将2个淡粉色的绢花簪在了我的头上，打量了我片刻，又道：“你生得眉清目秀，年纪又小，长大了定是个美人胚子。”多谢蔷薇姐姐夸奖。好了，今天也没什么事情，你去看院里找管事的妈妈看有没有你能干的活计。虽说太夫人院子里清闲，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干。蔷薇的话我记在了心里，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，就和上班一样，你可以摸鱼，但是你不能明目张胆的摸鱼。蔷薇姐姐放心，我不会被懒的，我见你不是个笨的，就多提点你几句，只要在太夫人的院子里面老老实实的伺候，以后自然有你的前程。我乖巧的点头，这就像是前世职场上领导经常画的大饼一样，真话假话我还是分得清的。好好干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也不能将自己的一切都依托在领导身上。晚上我回到住处，3等丫鬟的住处本来是8人一间，但是这个角房比较小，就只住了我还有彩霞、彩云、来喜4个3等丫鬟。简溪姐姐，你看我跟着丁香姐姐，她教给我一个花样子和一个绣绷，说是让我绣花看看我的功底。彩霞也就是原来的鸭蛋，拿着一个花样子给我看，不消几日，我就已经在新来的小丫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。无她，我年纪是几人之中年龄最大的，遇到事情十分有主见，几人渐渐的遇到事情都不由自主的询问我的意见，我也会十分好心的提出有用的建议。我看了一眼花样子，这是桃花，你好好绣，这门手艺学好了以后傍身也是好的。彩霞认真的点头，继续研究花样子。来喜和彩云被分到了茶水房，2人见状十分羡慕。还是你们的差事好，我们2个每天就是不停的烧热水，今天一天做的我的腰都酸了。来喜躺在床上揉着腰，唉声哉道。彩云好一些，不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我来帮你揉一下。我走到来喜床边，力度适中的按摩让来喜忍不住哼唧出声。我真心的宽慰道，既然大家都在一处，理应守望相助。其实你们的差事挺好的，每天就这样安安稳稳的。等到了年纪，我听蔷薇姐姐说，老夫人还会开恩给我们放身契准我们出府呢。职场守则第1条，一定要和同事打好关系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往往身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在关键时候能发挥大用处。在一些不触及到原则问题的小事上，我秉承的原则就是尽量保持对身边人的善意，这个守则救过我很多次。来喜一点也不想出去，我才不要出去，我在家连饭都吃不上，在府里还能吃饱饭，也没有人会来欺负我。回了家，我爹还是会把我卖掉。我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，我是一定不会留在府里的。这样的大宅院里人情关系复杂，怎么比得过外面的广阔天地，自由自在？不过这个身子才10岁，在王府里待着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到底是小孩子，来喜没过一会儿就沉沉的睡了过去。我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脑海中前世和今生的记忆一股脑的在脑海中闪现。想不到前世我孤身一人，来了异世还是一个人，以后我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我了。我一定会用这个身份好好的活下去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我对日常的工作渐渐的得心应手，其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，每天闲着就跟在蔷薇后面做些跑腿的活，传个话，拿个东西，都是一个差事。管家说过我会看账本，蔷薇平时盘算太夫人房中的账册，也会带上我见见世面。太夫人房里每半年要盘点一次库房，我看到面前一箱又一箱的黄金，还有各种瓷器首饰，我2辈子加起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宝贝。作为一个现代每个月只拿死工资的社畜，我内心流下了面条宽的泪水。这个世界多我一个有钱人会死吗？我咂舌，面上却是十分淡定，知道蔷薇是有意试探，我可不会让蔷薇觉得我眼皮子浅。不过我从来没想过利用现代的知识在这个时代让自己出头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个时代的人并不比现代的人傻。相反，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，这里的人反而会比现代的人更聪明。我就是一个酸秀才的闺女，能认识字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。要是暴露出来我有别的见识，保不准还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我早就下定决心，一定不会暴露自己的马甲。职场守则第2条，底牌不能一下子全部亮出来。要知道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人，低调才是硬道理。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3等丫鬟，每个月只领500文的月钱，平平安安的活到长大才是我的首要任务。蔷薇在库房里一件一件别的清点，我配合的帮着记账，有时候遇到不懂的蔷薇也会细心的讲解。看到我认真的样子，蔷薇暗自点头。清点库房本就是蔷薇的试探，在太夫人房间里伺候，看到好东西可以惊讶，但是一定不能有别的心思。蔷薇这时好奇了，我瞧你倒是面不改色，寻常人见到这么多的宝物，第一眼一定会十分吃惊，你神情淡定，从前是见过吗？我心内腹诽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
我知道这是一个表忠心的好机会。蔷薇姐姐，我家境贫寒，是从来没见过这些好东西的，第一次见到自然是吃惊的。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主子的，我的差事就是记账，自然应该先将差事做好。这还是多谢姐姐提携，我才能有这么大的造化，能看到这么多宝贝。蔷薇作为掌管太夫人房中库房钥匙的大丫鬟，可谓是心腹中的心腹。太夫人就相当于是我的老板。面对老板的心腹，我表示一定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表忠心的机会，也要提醒对方，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。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作为一个新来的小丫鬟，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考察范围之内。说不定我说的哪句话就会被对方传到老板的耳朵里面。有时候做的再多，也不如老板心腹的一句好话。哪怕是演戏，也要演全套。蔷薇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，你这小丫头倒是乖觉，是个聪明人，以后就跟着我好好学。太夫人的嫁妆多，底下的庄子和铺子更是数不胜数，以后要是得了造化，被太夫人看中，派去外头管事也不是不可能。我停笔，好奇地问道：蔷薇姐姐，丫鬟也可以出去管事吗？蔷薇轻笑，轻轻地放下手中的一个瓷瓶，自然可以。大家子的规矩，院里有分管太夫人衣食住行的丫头，外头也有执事的大丫头，各司其职。不过你刚来府里没有根基，在内院服侍，好好做好手里的差事，伺候好主子才是正理。是，多谢姐姐提点。说来我进府已经1个月了，还没有见过太夫人。库房清点下来，竟然花了1天的功夫。我揉揉有些酸痛的右手，写毛笔字还真是个累人的活。蔷薇拿过我写的纸，你这字写的倒好，端正秀气。好了，今日你也累了，好好回去休息，我这边还要去给太夫人复命。我顺着路回自己的房里，几个小丫头都还没回来，闲着没事，看到窗台上有彩霞的绣绷，我循着记忆中的手感绣了起来。绣了一朵桃花，只觉得眼睛酸涩，这刺绣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。我放下绣绷，去了院子中活动了一下手脚，正巧蔷薇手里拿着一个托盘走来，我迎着蔷薇进了房间。蔷薇将手中的托盘放到桌子上，这是太夫人赏给你的芙蓉糕，说是难为你记账一天辛苦了。傅又拿出一个荷包，从里面翻找出一个小巧的红宝石戒指，塞到我手中，这也是太夫人赏的。今日天色已晚，等明日你来太夫人房里去谢恩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说完不等我说话，蔷薇就急匆匆地走了出去。我目送着蔷薇出门，才低头细细打量红宝石戒指。红宝石有3、4个米粒大小，我不懂宝石，但是戒圈是黄金做的。黄金编了编，戒指很是小巧，没什么分量，应该有3、4克左右的样子，加上红宝石换算成银子，应该有1两银子。我早就问过这个时代的换算单位，1两银子等于1000文，这个戒指相当于我2个月的月钱了。没想到就加了1天的班，奖金就有2个月的工资。一瞬间，我手也不酸了，腰也不疼了。我四处看了看，小小的房间只有2口大箱子，用来存放几人的私人物品，没有多少私密性。这是我第一次得的赏赐。想到之前蔷薇说过，太夫人房中伺候，打扮不可以太过肃静，我还是把戒指戴在了手上。桌子上的芙蓉糕看着平平无奇，我捏了一块送入口中，味道还不错。次日午后，老夫人想听书了，蔷薇领着我走进了内房，我垂着头恭敬地跟在蔷薇身后。这还是我进了王府之后第一次走进太夫人的内房里间，不愧是王府，不管是外面的亭台轩阁，还是房间里面的各种摆件，精致程度都不是前世那些电视剧里面可以比的。蔷薇转头，你就站在这，太夫人叫你，你再进去。我站在一处小隔间，旁边有几个丫鬟，身上穿的布料比我的好一些，比起蔷薇的要次一些。我猜想这应该是2等丫鬟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里间几个人的说话声。母亲，马上就要过端午了，祭祖的事宜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让府里多采买些香料，到时做成香包挂在各处。现任武安王妃秦氏正在向太夫人夏氏禀告端午节的准备事宜。夏氏歪在榻上，2个小丫头手上拿着美人锤，正在为其捶腿。你做主就好，我的经历是大不如前了。你父亲去了也有3年了，今年端午好好办一场，大家也热闹热闹。秦氏知道夏氏提到前武安王必定伤感，不动声色将话题引开，寒暄了一会儿就告退了。我站的腿都有些酸了，身边的丫鬟一动不动，我也不敢动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王府规矩，行坐起居不得大声喧哗。终于，蔷薇过来传话。太夫人要见你，快过来！我咽了一口口水，跟着蔷薇的脚步，一进里间就有一股檀香扑面而来。作为一个3等丫鬟，第一次拜见主子是要磕头的。我同情了一下自己的膝盖，就跪在了地上。算起来，我还从来没有跪过谁，不过我接受良好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也算是入乡随俗了。我这样在内心安慰自己。奴婢我给太夫人请安，多谢太夫人昨日赏赐的糕点和首饰，说必磕了一个头。抬起头来我看看，我闻言抬手，眼眸低垂，一眼也不敢多看。别问，问就是规矩。坐在上手的太夫人夏氏还算满意，和旁边的蔷薇打趣，这丫头倒是生得好，怪不得你止不住的夸。奴婢也是，瞧这丫头年纪虽然小，但是行事做派很懂分寸，长得也好看。太夫人最是喜欢身边伺候的丫头都是长相俊俏的，就让这丫头以后伺候读书也是好的。就你乖觉，我就是喜欢身边都是些年轻娇嫩的颜色，这样就感觉自己也年轻了许多。好了，让这小丫头起来，看着可怜见的。我不清楚该听谁的，眼睛看向蔷薇，蔷薇笑道：简溪，太夫人发话了，叫你起来呢，我这才敢起身。这是太夫人喜欢看的话本子，以后你就在旁边给太夫人念书。一位身着碧色夹袄的丫鬟拿出一本书递给我。蔷薇解释道：这是碧痕，以前是她给太夫人念书的，再有2个月就要出府嫁人了，这期间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她。夏氏调笑道：碧痕，你夫家真是忍得住，我都说了你们开了春就能成婚，他们偏说要多准备一些时日，将家里都打点好了再引你进门。碧痕小脸一红，太夫人就知道打去奴婢，他们也是看太夫人看中奴婢才不敢怠慢，都是托太夫人鸿福。碧痕长相十分清秀，瓜子脸，削肩膀。我借着翻书的功夫用余光扫视了一圈，果然和蔷薇说的一样，太夫人房里伺候的人多半都是容色姣好的丫鬟，有道是秀色可餐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当真是感觉心情都变好了。这太夫人当真是一个妙人。我打开手中的画本，大致看了几眼，里面的字都是一些常用字，没有我不认识的。此时我非常庆幸保留了原主的记忆，暗自发誓等发了月钱一定要为原主立一个长生牌位，保佑他来世能投个好胎，不用像这辈子一样飘零孤苦。
碧痕转头开口询问，可有不认识的字？我双手拿书，微笑道：我看了几页，并没有不认识的字，若有问题还是需要劳烦姐姐。那就开始吧，我正好该午睡了。夏氏开口，四周顿时肃静下来。碧痕使了个眼色，我会意，打开书读了起来。我读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，原来这话本就是前世的言情小说。我看了个开头，就大概猜到了结尾，不过就是这小姐又遇到了一个穷书生，给书生送装备升级，最后肯定就是书生高中迎娶了这个小姐，中间两人还很有可能有私定终身的戏码。想不到太夫人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，还这么，这些都不是我该操心的事情。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将话本读好。想起了前世听书的经验，我心里有了主意。我清亮的声音朗读话本，中间遇到情节加了一些渲染，夏氏觉得有趣，挥退了垂腿的丫鬟，歪着身子细细聆听。垂腿的丫鬟彩兰听着我的声音入了迷，有些情节我还会按照人物的不同加上语气，绘声绘色。彩兰心下暗忖，这丫头读书可比碧痕厉害多了。她还想知道话本后面的发展，但是不敢违抗夏氏的命令，不情不愿地退下。我读了有小半个时辰，夏氏扛不住困意，沉沉睡了过去。蔷薇拉着我轻声走出里间，我瞥见离间外面的纱橱外候着端着茶水和水盆的丫鬟，猜想应该是伺候夏氏起床的。啧，这日子真是快过似神仙。我以后要是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好了。到了外间，碧痕早就等候多时了。你来了？可不是，今天太夫人兴致可真高，足足听了小半个时辰才睡。蔷薇走至桌边，斟了一杯茶，喝了半杯润了润嗓子，就没再喝。碧痕从桌上盛着温水的木盆中端出一个白色炖盅，推到我面前，这是特意给你准备的，快喝吧。我受宠若惊，碧痕身上衣服的布料材质和蔷薇不相上下，想必也是王府里面的一等丫鬟。进了王府这些日子，我深刻地意识到里面等级的森严，别的不说，丫鬟之间等级的不同，待遇也是天差地别。碧痕姐姐，这是给我的。我指着自己，有些不可置信，不怪我，前世的宅斗剧我看了不少，这顿盅一看就很高级，万一我喝什么不该喝的东西，我就有麻烦了。碧痕笑出声，用手指轻轻地指了一下我的额头，你这小丫头警惕心还挺强的，这是给太夫人读书的人每天都必须要喝的雪梨汁，保养嗓子，滋阴润肺。你今天读得不错，以后我会让厨房将这一份奋力匀给你，快喝了。我看向蔷薇，看对方没有异色，才坐在凳子上，炖盅入手还是温热的，一股香甜的味道瞬间飘至鼻尖。我现在正在长身体，肚子里的馋虫马上就被勾起来了。雪梨汁入口，有些干涩的喉咙终于好多了。我咕咚咕咚3-2下就喝完了，放下炖盅，只见蔷薇和碧痕两人盯着我，饶是我自诩厚脸皮，也有些遭不住。试问被两个好看的女孩子这样看着自己，谁能受得了？我伸手摸脸，不确定道：姐姐们这样看我，可是我的脸上有什么脏东西？碧痕坐不住，开玩笑说道：你这小丫头脑瓜是怎么长的？读起那些话本子声情并茂，比我读的好多了。要是你早些时候进府，可就没我什么事了。蔷薇也好奇，以前觉得你挺文静的，还以为是个腼腆性子，想着第一天读话本会有些不适应，没想到你还真有些本事。那故事讲的我都快要入迷了，一点也不比那些女相公讲的差。这话可不好回，分寸可得拿捏准了，说不好可就平白得罪了碧痕。我还不了解碧痕的为人，思考了片刻，谦虚道：两位姐姐谬赞了，我不过是以前赶集听过几段评书，读书的时候想起了就是了一下。太夫人喜欢是我的造化，哪里比得上碧痕姐姐？碧痕转头笑着说：这还真和你说的一样，小小年纪就进退得宜，以后有她在太夫人房里伺候我，也就放心了。蔷薇点头：是啊，你们几个走了，我一个人在房里总要培养个得力的，以后能独当一面。你也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起身行了一礼就退下了。今日工作时间不到1个小时，完美。我出了主院，穿过一处小花园，就到了我住的脚房。这样的日子真是美滋滋。我躺在床上滚来滚去，一起住的其他人还没有回来，应该都在当值。识字真是一个重要技能，每天这样太堕落了。我残存的危机意识开始冥想，我以后不会一直待在王府的。王府的日子悠闲安逸，总归没有自己当家做主那样自在。我骨子里还是向往自由的，想要自己顶门立户。首先就是有一个谋生的手段，我要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。夏氏的生活这么安逸，除了位高权重，更重要的还是有钱，一定要有钱。有机会要打听一下，这王府里面的人都是怎么挣钱的。我感觉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。对了，沈南星，原主的便宜哥哥。自从进了王府，我没有沈南星的消息，两人没有再见过面。有机会打听一下沈南星的消息，想起在船上沈南星的对我的照顾，我内心一阵柔软。晚上，几个小丫头都回了休息的脚房，彩霞翻找针线间，瞥见了绣绷上多出来的花朵，这是谁绣的？我正趴在桌子上思考生财之道，漫不经心地回道：昨儿我回来时候还早，看到你的针线，一时手痒，就着你绣的桃花也绣了一朵。彩霞惊喜地说道：我现在每天都要给丁香姐姐披线、捻线，还要给太夫人做日常的衣服和一些小玩意，每日忙得没时间教我。这桃花绣的活灵活现，看起来甚至比丁香姐姐的还要灵巧呢。我娘曾在绣房内打过下手，我的绣技竟比不上姐姐的1/10。这有什么？我娘生前是苏州的绣娘，我只学了写皮毛，你以后有不懂的地方来问我就是。我大方地说道。我以为只是一件小事，没想到彩霞感动得声泪俱下，直直跪了下来。姐姐当真愿意教我？你快起来，自然是愿意的，不过我也有差事，空闲了指导你几句倒是可以的。彩霞感激的点头，这就够了。丁香姐姐说，绣活想要进意，只有自己多练，姐姐愿意指点我几句已经很好了。一门出众的绣技就是虎口的手艺，丁香不愿意白白交给别人。彩霞这几天正因为这件事情发愁，她在府里没有根基，身无长物，没有钱给丁香教书修。要知道绣娘开山收徒都是要收取书修的。在床上的来喜睡不着，听到两人的对话，烦躁的开口道：还让不让别人睡觉了？我可不像你们每天那么清闲。我和彩霞不想和来喜计较，我们去打水洗漱了。这时正好碰到彩云刚洗漱完，我心念一动，想起彩云说起的最近几日有好多人都来给太夫人请安。我悄声问道：你可知道三少爷？彩云疑惑，姐姐为何突然问起三爷？
三爷是太夫人老来得子，很是宠爱。我听茶水房的彩青姐姐说，太夫人年纪大了，没有精力管束三爷，平日里三爷都在族学中上学，老王爷在的时候极为喜爱三爷，经常教习武艺，所以三爷也最是特殊，每日除了功课之外，还请了军营中的周将军来教授武艺。茶水房不愧是情报收集地，彩云仅只待了1个月，就将王府的关系网了解了大概。我打水随便擦了几把脸，就拉着彩云到了一处角落。咱们都是当时在码头上一起被卖进王府的，我也不瞒你，那日被买进来的小厮中有一人是我哥哥，叫做南星。听赵管家说，采买的小厮都是去伺候三爷的，我就想打听一下。大家子的规矩，内院丫鬟和外院的小厮不得私相往来授受。我下意识地隐瞒了我和沈南星没有血缘关系的事实。彩云表示理解，宽慰我平时也到不了主子跟前。听说姐姐你是在太夫人跟前伺候的，三爷是太夫人的亲生儿子，以后总有机会见到的。三爷也每月的初1、15必来太夫人处请安，随身伺候的小厮都是等候在院外，到时候我有信了就知会姐姐一声。我平时与人为善，这时候好人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。那我就多谢妹妹了，只是我现在身无长物，以后有机会定要好好报答你。职场守则第3条，求人办事礼一定要到位。哪怕当时不能到位，也要给出有力的承诺。没有谁天生就是欠别人的，也是树立自己知恩图报的人设，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运势。人情最是难还，但是该欠还是得欠，这样才能加深2个人之间的关系。适当的麻烦别人，能快速拉近关系。我一直信奉的就是事在人为，果然彩云的心里受用多了。姐姐这是哪里的话，这么一件小事，而且茶水房里面每天人来人往的，各种消息多得很。以后还希望姐姐多多提点我，就当是报答我了。彩云是个聪明人，当初在码头上，她是第一个向赵管家自荐的人。如今看到了我能靠着自己在太夫人房里几天就站稳脚跟，就起了结交的心思。别看就是简单的一个读书的差事，也能看出不少东西。彩云和来喜在茶水房做了1个月，有时候哪怕是人多缺人手，2人也从来没有机会进到太夫人房里端茶递水，在主子面前露脸，这就是区别。第2日，夏氏一到午后就让人叫来了我。太夫人吃过午饭就嚷着要见你，说是你昨天读书读得好，今天要好好的赏你。我进里间的时候，只见蔷薇还有碧痕几个丫鬟正在跟夏氏说笑。夏氏手里抓了一把瓜子，伸手道：“简溪快来，这是兰草刚炒的瓜子，来尝尝。”我忙上前双手接住，多谢太夫人赏赐。拿到手里却不敢吃，装到了袖兜里面。夏氏眼神慈爱，这小丫头看着比我的画根还小几岁，你昨儿的书读得好，让我睡了个好觉，今天定要好好赏你。画根是夏氏的3子百里言华。说罢转头对蔷薇说道：“过会儿带着小丫头去首饰匣子里面挑2件像样的首饰。”蔷薇低头笑着行礼：“是，太夫人今天可还是要听简溪读书。”夏氏像个老小孩，自然要听，就继续昨天的地方。这小丫头读得好，生动有趣，比碧痕可是强不止一点。她年纪大了，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些画本子，天生眼睛看不了太长时间，就想出一个办法，让丫鬟在一边读书。我翻出昨天没读完的书，细心地将昨天的故事情节总结了一下，就开始了日常的工作，读画本。古人的文笔还是比较内敛的，并没有露骨的情节。书的名字叫《富贵奇缘》，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和我猜想一样。书生进京赶考，途经府上家中借宿，和富商家的小姐花自怜几番偶遇，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今天的情节就是2个人互相表露心意。读了2刻钟，夏氏面带微笑熟睡了过去，旁边伺候的丫鬟马上上前为夏氏盖上一层毛毯。我猜想这就和现代追剧的女孩子一样。这时蔷薇拉着走神的我轻声走出里间，一个精巧的内室，里面是各种摆件瓷器，琥珀、玛瑙、玉石盘子应有尽有。蔷薇从角落中翻出一个小箱子，从怀里掏出钥匙打开小箱子上面的锁，里面满满登登的一箱子金银宝石首饰，有簪子、珠花、戒指，款式简单，一看就是夏氏平时用来赏人的物件。你来挑2件吧。我犹豫，蔷薇姐姐，还是劳烦你帮我选吧，我年纪小没见识，不会选。再加上我也不清楚里面首饰的价值，选东西可是个麻烦活。上次夏氏赏给我的红宝石戒指，盒子里面也有不少同款的，只不过有些戒指上面镶的是绿松石、猫眼石之类的。蔷薇很满意我的不卑不亢，一般人见到这么多的东西，早就乐得找不着北了。我这会子还能克制住，已经很不简单了。她从里面挑了一个梅花金镯，还有一对精致小巧的珍珠耳坠子。我看你有耳洞，这耳坠子这个年岁戴正好。我吃惊，姐姐，这金镯子是不是太贵重了？梅花金镯款式简单，但是它是金子做的呀，看分量少说也有半两重，这可是一个3等丫鬟1年的月钱了。蔷薇直接将镯子并耳坠子塞到我手里，给你就拿着，这些东西都是太夫人平时用来打赏用的，你叫我一声姐姐，我还能亏待了你不成？